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因果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业，却有着很大的力量。可以说我们的人生是被业力所支配的。佛经中曾有这么一句话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我们凡做一件事，说一句话，甚至起一个念头，都是在种因，在造业。根据所种的善因或者恶因，即造的善业或恶业的不同，都会受到不同的恶报。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一位遭受过恐怖果报的师兄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在修行中以此为戒。为了让故事更贴近真实，下面将以第一人称进行讲述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前段时间，我参与投资理财的一个 P2P 平台突然爆雷，我投入的大半生的积蓄可能血本无亏，一瞬间我崩溃了，无法相信这种事居然会落到我的头上。尽管朋友们一再安慰我不至于分毫不剩，但我心里明白，这只是个善意的谎言。短短3天，我暴瘦了一大圈，坐在家里不吃不喝，脑海里像在回放电影一样，把这些年受过的苦难一遍遍回放。生孩子的伤口反复溃烂，流脓8个月，儿子从床上摔下来脑出血，3叉神经痛，折磨得我如同活在地狱，脸上破了9个像核桃那么大的洞，现在又是大半辈子的积蓄血本无归。我泪流满面，跪在佛堂前反复询问，为什么是我碰到这种事情，直到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：生病和破财本身都是在消业障，让我一下子冷静了下来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这辈子我所造的恶业到底有多重？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从记事开始仔细回想，越想越后悔，越想越害怕。我造下的都是要下地狱的重罪呀，而且从来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忏悔过。现在是佛菩萨用破财这件事情让我重罪轻报，给我一个至诚悔过和忏悔的机会。20多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一所医院妇产科工作，负责治疗妇科病，接生做人流。在做人流手术的过程中，无数小生命被我这双手所终结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曾经有一位8个多月大的孕妇做引产，我在接触皮肤找羊膜枪，好准备把药液打进去时，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她肚子里的小生命的小手小脚在不停地动。她在以这种方式向我求救，求我不要伤害她。当时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忍心，但是那是我的工作。那个孩子生下来时已经没了呼吸，现在想起来我依然心痛不已。那时我不仅做流产手术，给引产的孕妇堕胎，还有更可怕的事情。在我还在实习那会儿遇到过一件事情，有的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没有死亡，但是科室里有规定，引产下来的孩子是不可以哭的。接下来的事情，我只要一想起就全身颤抖。如果不是这次积蓄血本无归，我几乎已经可以清除了这段记忆。真的，那些年来我自己也数不清，到底有多少引产下来的小婴儿被我残忍地终结了生命。我的双手真正沾满鲜血，弟子在此诚心忏悔，求佛菩萨把这些英灵菩萨都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再也不要在娑婆世界受苦受难。有一句话叫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相随。我的业报也是现世报吧，很快就来了。生儿子的时候我是剖宫产，伤口怎么都长不好，有个窟窿隔3差5就会往外拱出一些线头，而且还流脓。我只能经常拿消毒镊子探进窟窿里夹线头，就这样浪了8个多月，直到重新开刀处理，伤口才慢慢长上。再后来，儿子在学校里从上铺摔下来，脑出血，情况一度危急。那段时间我们焚心以火，不眠不休，也去各地求签打卦。我请了本地一位通灵的人看，他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这么血腥？”我说：“我在医院妇产科工作。”他问：“做人流堕胎？”我说是。他直接说：“你改行吧，不能再干了，要不会出大事儿。”我一同事的姑姑原来是我们这儿妇产科主任，60多岁时患了子宫癌，在她去世前3天开始，每天一到夜里12点，她就瞪大眼睛惊恐地喊：“你们别过来，别过来！”问她什么别过来？她说怎么这么多光着屁股的小孩哭着伸手问她要衣服。我和这位通灵人说了，通灵人说他看到的光屁股小孩都是他处理了的小婴灵，他患子宫癌就是报应啊。
如果放在以前，我的态度一定是不以为然的。我们同事聊天时经常说，哪个妇科大夫不杀生的，就是一份工作罢了。但是直到今天我自己的孩子出事了，我不得不相信冥冥中有因果报应。我当时非常害怕，统一改行，再也不做人流和堕胎手术。同龄人为我观香，神奇的是，一捆香居然慢慢的劈为两半。这位师傅说，你看，开山门了。300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佛菩萨能为他开山门的。你与佛有缘，你以后会皈依佛门的。也许是我的发愿，也许是祖上积德，孩子终于恢复健康了。那段时间我深刻体会到母子连心，恨不得带孩子受苦。想想我从前造下的杀生恶业，害多少母子分离，承受锥心的痛苦和生生世世的果报。之后我听从了师父的嘱咐，申请停薪留职，回家开了一个儿科诊所。发愿以后要靠救孩子赎罪。第2年我在河北赵县柏林寺皈依，在老家开了几年诊所，后来被一位院长邀请去他们医院创建儿科，我去了。我告诫自己，任何情况下永远把孩子的健康和生命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金钱利益。想到这里，禁不住泪水横流。我的双手终结了这么多的小生命，都够下地狱了。但菩萨大慈大悲，不舍弃我，居然还为我开了山门。我虽已经去寺院为我终结的婴灵们做了超度，但是这不会抵消我的杀业。正如一位法师所说，我把你杀了，然后再超度你，行吗？你愿意吗？儿子好了没多久，我突然得了3叉神经痛，那种痛苦有时是无法忍受的，严重时连走路都不行，抬脚都会引起剧烈疼痛，真的如炼狱一般。我的爱人也是医生，他说穴位埋线有一定效果，试试吧。我说好。也就是埋线的时候，我的噩梦也开始了，一共埋线9个穴位，1个月以后脸上颊车穴开始溃烂化脓，烂的动腔一直到鼻子和嘴唇，再往腔内注入双氧水清洗时，能感觉到半张脸都是窟窿了，洞口烂得像小核桃大。好不容易这个口子长上了，合谷穴又开始烂，就这样基本上1个月烂一处，还不同时烂，持续了半年多才好，其中痛苦就不说了。后来有朋友介绍说，有位善人有个药方，免费送3叉神经痛的病人，我也去求了些，贴上开始化脓，善人说是正常反应，但是我脓流到哪里哪里就烂，又贴了半年，再烂了半年才告终。然而让我震惊的是，我所有的烂口都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疤痕，对于我的体质这是不可能的。小时候我手上划了个口子，都会留下明显的刀疤，我肚皮剖宫产也留有明显疤，而后来烂的9个地方，包括贴膏药烂的，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受这些烂肉之苦是我的报应，是菩萨慈悲视线度我救我，让我没有留疤破相。我肉身的溃烂多像当初我为人做人流，把小生命加烂的情形啊，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。幸好我皈依了佛门，懂得些因果，就尽力去布施做善事。现在我3叉神经痛虽然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偶尔还会犯，但轻了很多，什么药也不用。虽然我已经去寺院为小生灵们做了超度，但每每想起他们，我依然心痛不已，泪流满面。后来有次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，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真正有福报的人，在做不如法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不好不顺的结果。警示你恶行，竟敢顺缘至，此佛为如做警示。看到这儿，我瞬间就流泪了。我是有福报的，感恩菩萨慈悲示现，给我一次次警示，让我有自省忏悔的机会。杀生、妄语、嗔恨、贪心、妒忌、多疑、浪费等等，都为我造下无边的罪业。虽然我也做善事积累福报，但远不能抵消我的业障。业报现前，便有今日劫难之果。我想了很多，脑子也越来越清醒了，跪在佛前真心的痛哭忏悔，我错了。世界上任何的语言和文字都无法形容我心中的悔。每天早晨我诵心经、6字大明咒、药师佛心咒的功德，都会回向给一切六道众生，回向给所有生病的孩子们，并发愿，我愿意替所有受病苦折磨的孩子们承受一切病苦。我深知我罪业深重，唯有布施、忏悔、提高医术、带好学生，救助更多孩子，来消除我的业障。现在我更是加入到了一个抄写心经的学习营，每天精进修行，求菩萨慈悲，
加倍我生慈悲、智慧、隐忍、自律。弟子愿将所有功德回向给所有生病的孩子们，愿替所有受病苦折磨的孩子们承受一切病苦。在未来的工作中，我会继续把孩子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，绝不被金钱利益左右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惨烈的现实，生动的事例，让我们体会到了果报现前的苦难恐怖如斯。希望这位师兄的亲身经历能够警醒那些正在造恶业的人。希望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，您也可以将愿意分享的故事发送至小编邮箱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